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今天我们要从回忆开始。好几个礼拜之前，第23集我们讲了梯度，24集讲了损失函数，25集讲了反向传播法，26集讲了梯度下降法。为了介绍清楚神经网络是怎么学习的，也就是神经网络的权重是怎么更新的，我们整整用了4集的时间才勉强把这些基础知识讲清楚，但是依然有些许遗漏。今天就让我们来弥补这些遗漏吧。我们之前介绍梯度下降法的时候，把损失函数比作一座大山，梯度就是下山最快的方向。梯度下降法就是每一步都朝下山最快的方向迈出一步，如此往复，直到走到最低的峡谷之中。显然，随机梯度下降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SGD 是有很多缺点的。比如之前说过的，如果你下山的时候每一步跨得太长，一步就可能跨到对面的半山腰了，一下子就错过了低谷。如果你每一步跨得太小，那你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山谷，还有可能会被下山路上微小的起起伏伏所扰乱，在那里打转，再也没有办法往下走了。或者你遇到了非常复杂的地形，比如类似江南的丘陵地带，有很多小山包，也有很多半山腰的山谷，如这幅图中的曲面，你就很容易停在某个凹地，再也出不来了，无法达到最低的山谷。这些情况就会导致神经网络学习失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你也可能遇到类似屏幕上这样的马鞍面，显然要达到它的最低点，就应该沿着这个面下来才对。但是，当你从上方的某个角开始，这时梯度最大的方向却是滑向马鞍的底端，而不是最小值。此时沿梯度最大方向更新，就可能造成在这个马鞍面上来回震动，而无法达到最小值。即使运气好，也需要在马鞍面上震荡好一会儿才会从前面下来。整个震荡的过程就像一个 Z 字形，我们称之为收敛速度慢。收敛速度慢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算力，需要更长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这时候，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就会发现，梯度下降法要能好好的工作，要达到预期效果，方向和步长都是关键，它们必须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那怎样才能克服梯度下降的这些缺点呢？就像之前每一回遇到类似的问题一样，科学家总会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办法，找出各种各样的补丁来克服某个算法的缺点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啦。本来主播是不打算讲这一集的，因为这些所谓的新的不同的算法，其实不过是随机梯度下降法的变种和补丁而已，本质上还是 SGD。但是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考虑到神经网络权重的更新，也就是神经网络学习是最核心的部分，并且也是观众朋友们搭建自己神经网络的时候需要自己设定的参数之一。了解神经网络权重更新的其他算法，那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了吧。所以，当当，本集的内容就和大家见面了。本集介绍的这些更新神经网络权重的算法，说到底都是随机梯度算法打了补丁以后的样子，也就是随机梯度算法穿了一个马甲，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它的新名字，也就是新马甲所欺骗了。他们其实还是同一个人，也就是随机梯度下降法。所以作为基础，让我们再复习一下随机梯度下降法的公式 ，wi 一撇等于 wi 加上 eta 乘以偏 L 除以偏 wi
这个公式里面 wi 一撇是更新后的网络权重， wi 是上一次的网络权重， l 是损失函数， eta 是学习率，也就是更新步长，偏 l 除以偏 wi 是损失函数对各个网络权重的偏导，也就是梯度。这个公式和我们之前下山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数学公式，另一个是语言的比喻。L 就是大山，偏 L 除以偏 Wi 就是脚下下山最快的地方， eta 就是跨出的每一步。好了，复习完梯度下降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打了补丁的新算法吧。第一个出场的是动量法 momentum。 动量法做了什么呢？讲出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知道之前梯度下降法中，权重的更新只取决于步长和当前位置的梯度，也就是 eta 和偏 L 除以偏 Wi。 在动量法中，我们会把再之前一次的梯度也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当我们更新权重的时候，它不仅取决于当前位置的梯度，还取决于之前一步的梯度。然后我们再往前推，前一步权重更新的时候，它就取决于前一步以及前一步的梯度。所以说当我们每次更新权重的时候，它都取决于之前所有的梯度的积累，而不仅仅是当前脚下的梯度了。当然之前的梯度方向和大小和现在的梯度大小和方向对现在的权重更新显然不应该等量齐观，所以就让上一步的梯度对现在的影响小一点，我们一般都会乘以一个衰减系数，比如说 0.9。 那两步之前的梯度影响就是 0.9 乘以 0.9 等于 0.81 了，以此类推，三步之前就是 0.9 乘以 0.9 乘以 0.9 等等等等。这就好比人们下山的时候朝着下山最快的方向走，但是时不时的会看看这个方向到底对不对，和之前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道理差不多。比如下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质疑，我之前是朝东下山的，怎么现在突然转弯朝南了呢？动量法可以加速梯度下降法的收敛速度，减少震荡。比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幅图，上图是马鞍面采用梯度下降法的收敛路径，下图是动量法的收敛路径。显然动量法震动的次数更少，也就是图中的折更少。第二个出场的就是 AdaGrad， 它是英文 Adaptive Gradient 的缩写，中文直译的话就叫做自适应梯度。但是主播也不知道它的中文官方名称是什么，所以直接就叫它的英文名 AdaGrad 了。AdaGrad 的方法是在学习率 eta 上做文章。梯度下降法中，步长也叫学习率是一个固定的值，我们每次更新的步长是一样的。这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梯度有大小和方向，这就有可能出现长时间只朝一个方向走，或者朝某个方向下降过快的情况。什么意思呢？长时间朝一个方向走，就意味着只有一个，或者说只有某几个参数被更新，而其他的权重无法更新。朝某个方向下降过快，就意味着某几个参数被大幅更新了，而其他的参数更新速度太慢。这些情况都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因此 AdaGrad 采用了一个方法，它让梯度大的方向学习率变小，而梯度小的方向学习率变大。而且 AdaGrad 的方法并不仅仅看当前的梯度大小和方向，它还综合的考量之前每一步梯度的大小和方向，来决定当前每个方向上学习率的大小。也就是说 AdaGrad 的方法可以在每一步都自动的为每个方向上权重的更新匹配不同的学习率。是不是很帅？但是硬币都有它的两面。AdaGrad 的方法在学习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也就是迭代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学习率会逐渐趋向于0，也就是神经网络会停止学习，无法继续更新权重参数。这个缺点可是致命的。然后为了弥补 AdaGrad 这个致命的缺陷，科学家们孜孜不倦
接着上补丁，补丁加补丁，又推出了一系列的算法，比如 AdaDelta、RMS-Prompt， 虽然只是上了几个补丁，但是居然也都叫新名字了，没有办法，毕竟英语里面母牛是 cow， 公牛是 bull， 小牛是 calf， 牛肉是 beef， 牛排是 steak， 好吧，文化是骨子里面带的，没有办法。这些补丁的原理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 AdaGrad 的算法不是把之前每一步梯度的每一个方向和大小都考虑进去了吗？这样做太复杂了，不好弄，那就少考虑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只考虑前面十几步、几十步就好了呀。之前每一步梯度对现在的影响，按照远近衰减一下就好了。我们一旦把算法点穿，是不是也很简单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理解的了。值得一提的是 RMS-Prompt 还是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 Geoffrey Hinton 和他的同事发明的，是不是突然觉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没有那么难拿了呢？好像跳一跳也是可以够得到的嘛，对不对？好，在最后一个压轴算法出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个参数更新算法的对比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图，这幅图向我们展示了各种算法跳出马鞍面的速度差异，其中只有 SGD 停在马鞍面上出不来了，其他的算法多多少少都有能力找到马鞍面的最小值，只是快慢不同而已。第三个出场呢，就是 ADAM 算法，英文全称是 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这个算法直到2014年才被发明出来，当然它的基础还是随机梯度下降法 SGD， 但是它融合了动量法、AdamGrad 以及 RMS-Prompt 等算法的诸多优点于一身。谁又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呢？这个算法既考虑当前的位置的梯度，也考虑之前几次迭代时所处的位置的梯度，综合在一起来更新当前的权重参数，也能按照之前几步梯度各个方向大小的分量，来动态的为当前每个权重参数分配不同的学习率。当然，地后有营，天高无限。为了适应不同的神经网络以及不同的应用， ADAM 算法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变种，比如说 NADAM、ADAM Square、ADAM Max、Lazy Adam 等等等等，它们各自在细节上都有区别，这里就不一一做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的资料。ADAM 算法收敛更快、更稳定，学习力不归零，计算效率高，还有跳出局部最小值的能力，这些特性使得 ADAM 算法脱颖而出，成为了应用最为广泛的权重参数更新算法，也就是神经网络学习的算法。特别是在更深更大的网络中， ADAM 优势就更加的明显。2017年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构， ADAM 就是该架构的默认优化算法。之后谷歌2018年发布的大语言预训练模型 BERT， 2019年发布的 XLNet 采用的都是 ADAM 参数更新算法。虽然 OpenAI 并没有给出它在训练 ChatGPT 时采用是哪一种优化算法，但是因为 ChatGPT 采用的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因此通常认为 ChatGPT 在训练阶段使用的也是 ADAM 作为它的优化器。值得一提的是，当你训练一个网络的时候，不断给神经网络输入数据，迭代标定神经网络权重的过程，就好像是在优化一个网络。因此，从编程者的角度来看，指定网络优化的算法就好像是给网络一个优化器的接口。因此，不同的参数更新算法也被称为优化器 Optimizer。这个叫法在 AI 编程界反而会更加的常见。ADAM 算法和它的变种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算法，在 TensorFlow、PyTorch 等库中都有稳定的调用接口。对于普通的一个 AI 工程师而言，掌握相关的概念，知道自己在调用什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基本上也就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都看到这里了，就顺手点个赞，关注一下吧。
有问题有疑问，要纠正主播的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